大家好，这边是 TYRK Studio for Revit， 我是吴健，今天要跟各位来谈谈从数位净土的转换。也就是说，过往我们在做净土的时候，有非常多种方法，不过其实是非常多人组合起来一个答案。现在我们透过 BIM 可以很早期就透过它的资讯以及它的图说能耐，来快速的将一个3000万、5000万、1亿的案子，当然还有更大的案子，来去做早期的导入，让它在阐述图说、输出动画，或者是在做所谓的净土最重要的说明图说，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输出的体验。OK， 今天我们就准备来开始，谢谢。好，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先稍微剧透一下，现在 AI 它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其实它是不断的更新的，也就是现在 AI 时代一定不断的会发展的事情。那我们就给它选了一个像是这个现在是属于秋天的状态，那我用秋天的状态去处理，然后我给它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render， 其他都先不要动，看会发生什么事。好，各位可以看到你看它现在直接变成是一个像是秋天的状态，而且秋天你后面的建筑物其实基本上没什么被变动到。那我再来选一个像雨天的状态，好不好？好，所以大概过了20秒左右，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的雨季的这种感觉，后面的建筑物的这种形态还是保留的。那我们再来去选一个像是在冬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OK， 相当有趣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里头的这个画面，它的形态基本上没有被变动太多，当然它有可能被树稍微挡掉一点，但是这样的景色跟这样的风景以及这样给它带来这种效果是相当不一样的。那当然不是今天只有这样做而已，它在里头还可以强调一些，譬如说它的氛围感，它要不要把植物垒弄强一点，然后我们还没有跟他讲是什么事情嘛，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这个是 Kindergarten， 这其实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那给它写进去之后，再把这个加强一点，我们再 render 看看。好，你看到其实你写上 kindergarten 之后会有一些帮助，它对于小孩的模拟会开始出现可能性。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名词留下来留下来，然后回到这边，我们继续选上这个秋天。那你这边再把这个词写到前面去，你看看它能不能够有什么帮助哈。OK，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它已经出现另外一种形态了，而这个形态又出现了把材料变动的状态。不过这几张图说都已经开始代表着，其实 AI 在运作上面有很大程度的进化。那当然你还可以 refine 譬如说，如果我想要让某个区域被强化起来，比如说像这个区域，我想要强化它，那我可能要强调它是什么内容，比如说这个其实是wood frame。那你强调这个事情就好了，强调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看它可以发生什么事。好，各位来看我刚刚所做的这件事情，把这边变成是另外一个构架了。而你看原来的状况跟这边的组合，它其实可以看出它有一定的程度的变动。它开始去针对这个小小的地方去做一个另外一个发展，然后对这个地方特别做了一些变化。所以各位，其实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幼儿园的设计的整个的净土的发展，跟大家去探讨。不过AI 的发展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好，我们继续开始。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准备做的是一个幼儿园的案子。为了让大家快速可以理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先将这个基本的净土的底材把它先复制过来，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地方来，把我们刚刚所复制的东西把它贴上同一个位置。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下面有一个基本的底材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它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精准的基本的内容。那当然不是说大家在做净土的时候都像这样，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事实上你一定是先在草图上勾勒好你的画面，而这个画面就是你要谈的一些内容。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去设定一个简单的量体形态。为了让大家可以理解量体形态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在建筑物里面会有两种派别，一个方法就是你透过真的墙去做，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透过量体去做处理。那量体在做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内建量体的处理那它这个处理呢是可以做一些造型的，我们先把它打开假设这个是建筑物造型量体，在这边，那你看这个地方就已经很清楚的在模拟一个线体了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先做几条线，很快速让大家先看一下。譬如说我刚刚做这几条线，我把它建立塑形，它就可以长出一个基本的形态出来。那当然你可以继续做，而且你也可以在3D上做这个事情，所以
我继续在这边做一下，把这几个段落把它给结合起来，然后并且将这一段把它做起来。你把它结合完之后，这一段你建立塑形，它一样会产出第二个量体，然后我们再继续做这一段。好，那你看这一段到这一段，其实它应该是2-3层楼的地方嘛。那我们先完成量体哦，它可以做个动作哦，譬如说，假设这个地方是像这样一个高低差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做量体楼板。那你的2楼、3楼呢，就可以在里面去产出一个变动。所以你看到这边这个2楼、3楼，它就会出现这样的内容。那同时间，我们也可以透过它在量体上面去给它做一个墙。譬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混凝土墙在外头，就可以透过它去做一些墙的动作。所以它其实是方便我们在初期去造一些塑形的状态，然后让你这个房子呢，在这边产出一个大概有的一个相突位置。各位可以看到，当我现在把量体关掉，你就刚刚所做的这个一切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同理可证哈，我们再把量体打开哦。那你刚刚的楼板是不是在这里？一样，你把楼板给叫出来之后，我们一样可以点选这个楼板比如说这一段楼板，然后建立楼板，你看它就出现另外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再继续将这一段的楼板也点选它，再建立楼板。我们将这个量体关掉，基本上你就有这个基本的楼板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帮助你去理解说，我如果今天想要建立一个简单的量体要怎么处理。那再回来看哦，当我把量体打开的时候，如果这个量体是有造型的怎么办？那我们现在暂且先把这个点关掉哈，我们把我们刚刚所建的东西都给它做个变动。那我们先将这个量体拿出来做变动，譬如说这个地方我编辑一下它，这地方上面这里呢，我有一些退缩。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往前挪动，好像这样子。过来是这一段，我们将这一段也往前挪动，然后这一段也往前挪动，然后这一段也往前挪动。好，那你看这边如果这不行的话，很单纯，也是不影响太多的。我们透过这个墙呢，去点选它一下，它就可以出现另外一段这个墙了。那同理可证，刚刚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很不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将这边隔离品类掉。你既然改变这么多内容，你就直接把它删掉就好，这都小事。删掉之后是不影响太多的，包括这一面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墙，因为它做的是曲面造型的变动，所以有可能在曲面造型变动上更新到面是会坏掉的，但这面墙是 OK 的。好，那当然一样，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墙呢，就可以在这边开始做一些你要的变化。也就是说，我现在在建的这个内容，某种程度来说，它都不像我们传统以为要建的那种模型这么的麻烦，这么复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已经出现像这样的角度了哈。那你说这个楼板可不可以这个调整呢？可以的哦，这板可以调整，而且这楼板还可以做什么事？来做个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楼板？那我们是不是有廊道要用？廊道假设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楼板用 trim 去把它接过来。再看一次哈，我们把这个 trim 接过来。好，那我先把几个我要的楼板的位置抓出来哦。我用 SL 去切割，我要这个地方变成我廊道嘛，所以廊道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然后将这个地方切下来。一样的，这一端我也把它给吃过来，然后这一端我们已经吃过了。好，那这一端其实是它的 ending 的位置，所以我们先这样子切到这边来。好，接下来不需要的把它删掉。好，现在你看这一段呢，我们姑且称它叫做楼板。你看这一段楼板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2楼的连通道已经出现了。2楼连通道可不可以修改？可以的哦。你看在这个地方，我走到这一段呢，是不是有另外一段的位置？那这一段的位置，当然你到怎么接，这个是我们在做设计的人要去面对的事情哦，跟建模的人没什么关系。当然建模的人也在做设计啊，所以我们只是先假设它是可以这样处理的。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平面，但是可以生成出不同的可能性。那以现在这一段落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再继续做下一段。譬如说，当这边有3楼的话，你将这一段复制到3楼去。好，3楼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有另外一段的内容。那3楼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呢，要处理，所以3楼的这一个地方，我们把它切合回来。好，像这样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到，它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一个端点。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像现在这个状态之后，它还没有窗户嘛，那我们窗户就可以回到1楼去建。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我可以将我们要的窗户开始装上了。那以这个状态来说，譬如说我们窗户在这个点，还有几个排列组合，我们先建几个让大家基本了解一下。这种量体墙的好处就是它其实是真的有类别的，但是它又可以帮助我们去做筛选跟做处理的动作。好，那来看一下门哈，门片，门基本上会在2端嘛。这个如果键反了，再调整一下就好，是小事情。按一下空白就可以换边了。好，那我们回来看看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一端的这个窗户都有了，就开始上去了。那这个窗户呢，当然你可以做很多变动的开口，譬如说，你看我其实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自由的组合的，没有人说你窗户就只能够用刚刚那个状态去做处理，所以在这一端其实你是可以自由的去变动的。那当然前面这一端我们也不是说只能用刚刚那种窗户啦，如果你有特别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窗户，比如说像这种窗户，你是可以给它一些变动的。我们可以出组合。各位看我现在好像很随性的建哈，事实上你等会可以看到在图上面呢，它是有真实的存在的哦，不是说我这样随性建它就不会出现。比如说你看在1楼这地方，我们刚刚建的东西其实在这边是有出现的。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让大家先去理解一下，其实在做净图的时候，这种量体的空间它是可以快速的去阐述的事情。而且你注意看，我现在准备给大家开一下 Inkscape。好，那我们来看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我们如果有将这边的这个设定好好的设定调整一下，你就会发现事实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效果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将这个曝光先调整一下，然后把这个范围拉近一点点。那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所谓的调整的内容稍微变动一下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你让它没有这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效果会不太相同。好，像这样子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其实从量体的角度来说这边的这个内容它是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内容架构的，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阐述一些可能性。这个量体从你的原型的模型到你的 Inkscape， 其实它是有一定程度的效果的。好，我们先把它收下来好，暂停。那现在我们准备要来进到下一个 level， 就是除了量体之外，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图说的内容。我们刚才讲有关净图的这种资讯架构，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要让我们去拿来再利用，是很方便的。譬如说我们这边来看看这个人角透视图。好，在这边看起来你可以看到把这个锁定之后，你所缴的这个材料标签呢，这边我们写过的材料标签完全都是有的包括这个楼板也一样或者是我们里头的这个墙壁这个另外一端的内容以及楼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外面的内容这其实都全部叫得出来。那包括我们在中庭的这个地方的内容的这个分割其实都是有的。所以从我们要看待你复制过来的材料，也就是你以前做过的净土的专案来看是很容易的。那这个材料一旦叫进来之后，你这道墙就已经在这边存在了，而存在之后你就可以拿来再应用在不同的地方上当然这个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弄这个材料呢？不，我没有像你现在用，我要你去看待说你做完一次的下一次如何快速的帮助你去做一个前置准备，有点像是你材料已经有资料库一样，把它贴图上去出现的效果。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这地方来，当你已经有这个基本的内容的时候，你去看看你的图说，图说上面就已经会有这个模型的图，所有的内容的图说以及各式各样的内容了所以第二个阶段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当你如果已经有一个前置作业的状态的话，你就会相当方便的去看到这个资讯的组合。好，来我们来到第3段这一段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整个图说你在分类的图说在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在
准备要输出到进图交图的时候你要做的内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图层的分类，而这个图层分类就是你的每一张图被分类到什么样的区域里面去啊。比如说我这边有重点区域平面啊，我有简合平面，我有楼层平面。那我们来看这个 3D 的状况，你看这单纯这个 3D 的图说，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分类为 3D 等角透视图。而这张图呢，有全区等角透视图，有分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检视它，然后也可以将不同的角度的图说做好一个准备要出现的内容。我举个例给大家看，这边如果我今天要处理这个图说，我可以这样处理，将它先复制一张。那这张图说，第一个我想要表达的是一个这个全区的内容，那我这边写一下结构，你可以快速的将结构这个图给叫出来。所以假设我的结构图说，那我现在只需要保留这个柱以及梁，所以我只要把梁跟柱选出来，然后并且将它隔离品类。OK， 你这边就完成了这个事情。那这张图说呢，你先把它套用起来，因为你现在在结构图里面，然后我再将我们刚刚的剖面框叫出来，剖面框把它叫出来，那么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再去准备好你这个图说要做的这个内容。因为剖面框它是可以帮助你去找出你相对位置的哈，所以你把它给重新剖回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你不需要看到了就不要让它看到了啊。那你旁边还可以再做一些处理。而这张图呢，你可以把裁剪范围抓过来，抓上去啊，我们去把它裁剪好，那么你就可以将这个图说完全的表现出单纯只有这个构造。注意看哦，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情跟这张图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它是2张同时并存的图，所以你有一张图是指全部外观的，而有一张图是在讲结构的。好，所以你看你同时有2张图的时候，你在做输出动作的时候就很方便，而且你在排版的时候很方便。此外你再讲这是全区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复制一张。我要讲这个其实是，如果我有单纯的小区，譬如说我只讲1楼，我只讲1楼，那只讲1楼的状况之下呢，我就可以在这个图，也就是说这1楼的图说，我将这个地方把它剖面往下降，我只看到1楼哦，2楼就不看到了。好，这是1楼的地梁嘛哈。那假设我1楼到2楼这个地方就这样子，好 ，OK， 所以这是1楼的图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其实是在这个位置的，而这个单纯的1楼结构在这里，我一样再继续复制这复制越来越快了现在准备是2楼了。我都请大家继续看着这个地方的变动因为这个变动其实是帮助你们去理解的。好，你看再把这个拉到2楼，这边2楼的构造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在这个2楼的这一端，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知道2楼的状态。那我们再继续将这几张图把它抓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这是全区的，而这个是2楼的，而这个是1楼的。你在处理这个图说的时候，它是同时并行的。那你输出到你要排版的位置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所以光是从 3D 来看，它就已经有一个图的基本架构。那我再拿这个案例第2个案例就在讲所谓的平面图。那平面图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平面嘛，分了很多区域。那举例来说，我们讲全区基地，好，然后把这个放大放大是按 TW 就可以放大，快捷键。这是全区基地。那全区基地基本上，如果我想要这边有一个全区基地图，我先把它分类一下，就在这个地方全区基地图，我们输入一个分类就好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有这几张全区基地图在这个位置。好，那第一个你看它是有全区基地嘛，第2个无网格的，所以我不要网格的话，我等一下就在这张图说把这个网格的类型把它给藏起来，然后并且我们将这个范围框抓出来，因为这其实是大基地的位置我们把它裁到我们要的位置就好。然后并且把它给切割掉就看到它只有这个区域，然后看没有边界线的那大家还没有做嘛，无网格的地方我们先到这边来。好，我们来拿这个东西来去做发展我们就拿这个已经做好的，那我们来看这是全区基地，我们第一个，然后我们复制一张没有网格的，我们就先讲无网格，然后我再加上一个它没有这个无色，就单色。你看这是第1张图，
所以我将这个内容把它给隐藏品类掉，所以它没有了，而且它是单色的。复制下一张，这个是彩色的。好，当然你要不要加上无网格，这个是你可以看待的。我们可以回来刚刚的这个文字上面，你可以继续这样，然后把这边彩色就好。好像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颜色把它变成是描印的颜色，你看变彩色了。那当然我也可以去把它变成一致的颜色啊，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拟真，不过拟真稍微会有点卡顿哦，因为它这跟你的 GPU 有关系，但它就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我们再回归到刚刚的事情，无色的以及这个彩色的，它就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分类哦。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说，其实它就是不同张图，不是同一张图。各位要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在做竞图的时候，往往这种图说都是要去后面做加工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透过今天的解说让你了解，透过蓝图走到并，然后弄到模型，再去做输出的时候，如果你有把这个过程把它处理好，你很多东西是会很方便的。当然我必须跟各位讲啊，任何一个竞图，你这前置作业也是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今天是透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第一步怎么样让你的资讯模型跟你的竞图产生一个好的链接，并且将这个图拉出去。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点，看一下检核图说。其实我们常会需要一个单纯的区域的检核图说，透过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大门啊，厕所 3D 啊，然后室内厕所啊，然后等等之类的，像装修材料等等之类的，室内厕所等等一些不同的空间。好像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给它一个位阶，然后将这地方带下来，然后再把这个剖面框往下拉动，就可以看到其实教室的空间已经完全被指定出来一个内容。你可以在这边很清楚的了解到独立区域的状态，然后这个区域呢是可以拿来说明的。你如果要看它看起来那么不那么像是一个简单的 3D 图说，你可以将剖面框给截过来，你看到这个区域，你就可以感觉到它其实是被剖到一个位置来去看它的。而最有趣的也最厉害的地方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你可以透过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直接放去 render 的地方看。来，我做给大家看。好，我们一样把 Inkscape 打开哈。那你看 Inkscape 打开之后，你会出现另外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边呢就可以对照一下我们把左右放大对照一下。你看这里一段就是我们现在的 render 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可以完全依赖这个事情帮助你去产出一个你可以拿来说明的好图说，而这里面的材料呢是可以联动的。譬如说假设我这地方我更新一下这个材料，譬如说它现在是绿色马赛克，如果我希望它不是绿色马赛克，我想让它变成是蓝色马赛克，我复制一张蓝色的，来用比较明显的用红色好不好？用红色的，那颜色是可以很顺畅改变的。好，这边变红色的，好，那按确定。你看到这一段是红色的，那当然我把其他的也把它变红色的，好不好？好，来，假设像这样子我们都会觉得说，一般来讲 3D 平面图会变动嘛？你看看我们这边，直接就跟着变动了。我们只需要将这个 Inkscape 去 Live 过去，你看它就变动回来了。也就是说，你所动的东西它是联动的。那包括我们在做动画也是方便。好，那我们现在再往前进其实当我们这个地方的图说要转换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等角透视图或是教室图说等等之类的。我们拉一个透视图来看好不好？好，我们先到外部来看，到这个位置。好，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整个的外部的空间，我们拉动一下模型的阴影跟光影，然后我们可以走进去。那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你所看到的这些画面都是可以变成是一个独立的状态的。那同时间呢，这里面其实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做个影片的推导。譬如说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做一个 camera， 那我这边加第一个端点，然后我们走到这一端来，我们先走到外部来，比如到这个位置，走到这一端，给它一个高程，然后我们再走到这一端的内容，然后再往上再走一点点往下看，然
然后再走到里头去，然后在这边做变动。好，来你看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情就可以这样测试一次。它可以快速的做成 camera 的形式，然后帮助你去阐述出一个你想要做的一些局部的动作，然后也可以帮助你在整个里面做一些光影变化。来，你看它现在只是一个段落嘛，我们来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光影变化。它可以在不同的光影下出现不同的可能性。那当然同时间你还要再做一些变动嘛，所以你可以把 outline 加大啊，你也可以将你这个的 highlight 做变动， shadow 变动，这个整个的颜色再稍微做一点调整。然后你也可以将你的这个天空再处理成另外不同的浓度，你看到它的云是变化的，可以看到它这个变化性多不多。然后你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它的一些细节，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它这种细节的变动，还有云的纬度啊，它的精度的变动。然后也可以将这边做一些不同的背景，譬如说我想要把背景变成是不同的内容，或者是我想要变到不同的状态，我们都可以调整的。好，那回来你看，继续调整。好，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情就开始出现一种发展了。那此外，我们再回来看哦，来看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今天让它到稍微比较下午了，你到下午之后，你看到这个里面会有一些夜景哦。好，夜景，我再看看夜景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夜景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调整另外一个你刚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指它的月亮的尺寸，还有它的一些变动。然后我们把一些雾啊打开，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光线的效果，还有夜景。人造光要不要很亮或很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画面。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像这里它所呈现的事情是开始有点不太相同了。然后我们也让它开始走到下个端点。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它的浓度、高度或者是它的亮度有所变化的时候，它会产生的空间感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最后我要帮大家再做最后一个你没看过的东西，就是我开始把一些人啊，把一些事情放到里面去，感受一下这整个空间跟你的净土，还有你在做模型的变化会发生什么事。OK， 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完成这个段落，然后我们先把它收下来。那在整个全息基地里面呢，我们都还没有放任何的人车树，对不对？我们用 Inkscape 放它的 Asset Library， 然后去找它的内容。好，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用原版的状况它是有很多东西的。那我们可以筛选一下因为人很多嘛，我们先找一些这个小朋友。小朋友很多你可以看到这边。那譬如说我现在找一个小朋友在玩的这个状态，然后把它拉进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画面的像这个角度应该是不太对了，我们先将它拉到不同的地方去。房子在内外其实一定会有一些高差的这是必然的。好，这边有几段了，它其实这个人物都还蛮真实的那这边如果你感觉到太低了，应该是它的高层现在设的位置不太一样的位置，像这样就会太高了，我们往下降一点点。每个高层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一下，如果你这个设的东西不太对劲的话，一定要自己确认看看。好，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原来中间就有棵树但它的树跟我们的树的逻辑又不太相同。我们把这边叫一下传统的树，中间应该有个大树，我们拉得比较高一点点。比如说我找一个比较开阔的树种像这一个树应该来，我们来看一下 3D 是不是已经进来了。好，它有这样。OK， 那我们回来到继续刚刚的画面我们再继续走一下刚刚的画面。所以其实你看它这里面的人物是可以拿来再利用的，而且你看我现在把那个所谓的描影，就是线框拉得比较深刻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是比较强烈的。但你注意看我刚刚说的这个树，它是会动的，你看到吗？只要你用它里面的内建的树，它其实是会动的，它看起来会比较飘逸一点点。那我再来最后再把它做这个事情，这就调整一次，就是将这个的 outline 把它关掉。你会发现 outline 关掉之后会不太相同。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这边的画面其实可以在里头加入一些端点让你刚刚的画面看起来比较顺畅一点。再看我们再调整一次，每一次的调整都是可以产生一个效果的。而我刚刚说的 BIM 的好处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从后面到前面都是串接在一起的结果。那这一件事情是很值得大家去拿来再应用的。虽然你可能觉得拿到净土之后才需要去做后端的事情，但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每一次所做的东西都是累积到后端的，而不单纯只有在做前端的事情。OK， 那我们来跟大家做从建筑物外部走到室内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到比较下午之后，它稍微会有一些黄昏的状态，灯也打开了，这种感觉。那你看，从这边开始做第一个示景，然后我们稍微往内走一下下，把这个角度往下抬，往内走。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一些画面的，外面有光线可以拉进来。然后我们做第二个端点，然后再从这边走到侧端去，可以看到这边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再从这一端走到外头去，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到有点半户外空间了哈。这边可以看到这一段，然后再稍微调整过来这一个出口，走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会发生什么事。从外部到内部去，其实它的每一个运镜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各位在做建图的时候，你们有非常多软体可以用。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顺镜，也就是说，从我们的 BIM model 直接转换到这个地方来。你有发现，我基本上不太需要去处理它的材料，我也不太需要去处理它其他的这个整个内容，我只需要将这个设定好，所有的事情就串接在一起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内容其实都是我们已经做完那个案子一个所有的架构。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为大家带来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可以看到的房子在净图上面是不是可以做净图的发展，是很值得大家去回馈的。那同时也希望大家看了如果觉得不错的话，记得帮我按赞，然后订阅，然后分享，谢谢大家。